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眉毛是脸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自古人们喜欢的眉形就各有不同，总是借助外力来修改眉形，以此来得到自己想要的眉毛形状。但是实际上，眉毛形状不但与一个人的外表是否美丽有关，它还关联着一个人的命运。有的眉形能够带来好运，而有的眉形却让人厄运连连。今天大佬给大家介绍20种眉毛的命运吉凶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了解一下。一、北斗眉，富贵长寿。北斗眉的重要特征便是眉形宽厚而长，眉头圆润下垂，眉色黝黑富有光泽，眉尾长得整齐而略向下探。眉毛也称保寿宫，长有这种眉毛的人大多性格温厚，富有文采，特别适合从事一些文职工作，一生运势顺畅，富贵而长寿。2、狮子眉，中晚年发达。所谓的狮子眉指的是眉头齐整，眉毛的中心部位略微弯曲，而且眉形粗浓，眉毛尾部长得圆润而下探，整个眉形长得长而疏松。长有这种眉毛的人大多内心比较正直，性格也比较直率，做事光明磊落，人缘较好，属于长寿之相，尤其是中晚年时容易发达。3、春心眉，婚姻不顺。春心眉的重要特征便是眉身细长，眉头和眉尾皆向下弯曲，整个眉毛看上去如柳条一般。长有这种眉形的人大多内心较为贪婪，对待感情方面也比较花心和多情，缺乏专一，总是三心二意，喜欢在外面沾花惹草，一生也难有太大的出息，婚姻很难顺利。4、罗汉眉，晚年孤独。罗汉眉光听名字便可以知道其特征，这种眉毛的眉身较为短宽，眉形粗浓，眉尾下垂。这种眉形的人不仅看上去比较粗犷，内心也非常凶悍。眉毛也称兄弟宫，代表着一个人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。这种眉形的人个性较为好强，容易与人产生争斗，兄弟关系也不够和睦，一生较为坎坷，晚年孤苦。5、带剑眉，观送是非。所谓的带剑眉指的是眉头较为散乱，冲向印堂，也称眉头带剑。长有这种眉形的人大多个性不佳，脾气不好，性格非常冲动，容易发怒，经常容易与他人发生口角和争执，使得兄弟关系也比较紧张，与父母的缘分也比较浅，让父母操心不断，容易惹上官司，严重者甚至会有牢狱之灾。6、杂乱眉，贫穷困苦。杂乱眉的特征较为明显，整个眉毛看上去杂乱而硬直，如针一般，此为6害眉之一。长有这种眉毛的人大多内心非常的阴险，特别喜欢算计，做事狠辣无情，不留余地，容易给自己招来很多的祸端，一生贫穷而困苦。7、一字眉，文武双全。一字眉更容易辨认，此种眉毛的眉头和眉尾看上去整齐而清秀，看上去就像一字一般。长有这种眉形的人一般兄弟缘较好，兄弟关系也比较和睦，头脑机智，很有头脑，做起事来也非常的果断和正直，而且能文能武，福贵双全。8、螺旋眉，兄弟反目。所谓的螺旋眉指的是眉尾处有螺旋状，这种眉形的人大多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比较糟糕，甚至还会反目成仇，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容易发生矛盾，人际关系比较紧张，因此身边小人较多，容易遭到别人的陷害。在事业方面也缺少贵人的相助，一生多灾多难。9、大扫帚眉，遭人厌烦。所谓的大扫帚眉指的是眉毛又浓又粗，
眉尾杂乱散开，犹如扫帚一般。这种眉形的人一般性格冲动，脾气暴躁，做事缺乏耐心，人际关系非常差，容易遭人讨厌，在事业上常常碰壁，一生的运势不佳，最终难成大事。10. 吊丧眉，自私自利。吊丧眉的重要特征是眉毛的位置后方朝下，超过双眼的长度。长有这种眉形的人，大多内心比较贪婪，而且色心很重，将男女之事看得较重，难有什么大出息。不过，如果面部其他项里长得较好的话，看上去就会显得很有威仪感，特别的适合从政，能够获得不错的地位和收入。11. 八字眉，个性狡猾。八字眉的特征比较明显，整个眉毛的眉头部位上吊，而眉尾部分平直向下，或者是眉尾分叉散开成八字状，因此称为八字眉。这种眉形的人一般心胸宽阔，很有度量，而且有胆有识，做起事来也比较努力，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。不过这种人大多比较狡猾，为人处事方面缺乏真诚，几乎没有什么朋友，尽量还是远离为佳。12. 交加眉，奔波劳碌。所谓的交加眉，指的是眉毛的尾部分叉明显，上下之间处于空白状态，或者是两眉相连侵入印堂。长有这种眉相的人大多缺乏理性，考虑问题比较极端，做事总是犹豫不决，缺乏魄力，而且耳根子比较软，容易听信谗言，没有什么主见，最终也难有什么作为，一生劳苦奔波。13. 眉压眼，冲动易怒。如果一个人的眉毛长得较为粗浓，且眉毛与眼睛之间的距离较窄的话，在相学中就称为眉压眼。在相学中，眼为君，眉为臣，眉压眼就是臣压君，是非常不利的。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暴躁，做事容易冲动，而且非常固执，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或劝说，容易一意孤行，遇事缺乏冷静，难成大事。14. 高低眉，人缘分欠佳。所谓的高低眉很好理解，指的是两只眉毛长得一边高一边低。这种眉形的人大多性格比较古怪多变，属于特别情绪化的一类人，做事没有章法，而且性格内敛，喜怒不形于色，特别难琢磨，并且这类人大多性情冷漠，对于外界和他人的事情总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，也不懂得为他人着想，人缘非常差，特别不合群。15. 断眉，性格孤僻。所谓的断眉，指的是眉毛因为一些先天或后天的因素所致，使得眉毛中间出现中断。这种眉相的人大多个性非常孤僻，非常不合群，也不喜欢与他人沟通和交际，凡事喜欢单打独斗，遇到困难时也只能靠自己。与亲人或家人之间的关系较为疏远，遇到困难时也没人愿意出手相助，一生困难重重。16. 短眉，多败少成。眉毛如果长得较短，长不及眼的话，这类人大多性格都非常的急躁，做事没有耐性，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而大呼小叫，做起事来缺乏耐心，容易冲动，没有计划性，会做出一些鲁莽的举动和草率的决定，而且做事容易急于求成，又不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性，特别容易得罪人，容易失败。17. 眉心窄，心胸狭隘。眉心指的是印堂部位及两眉之间的中心，眉心的宽窄代表着一个人的心胸和气度。如果两眉之间的间距较为狭窄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心胸狭隘，心眼非常小，经常因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个不停，而且嫉妒心还非常强，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，并且情绪非常不稳定，经常容易与人发生矛盾和纠纷。
18. 眉间宽，宽容大度。若是两眉之间的间距长得较为开阔，超过1指半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心性开朗，心胸开阔，不喜欢与人计较，凡事看得比较开，有着很强的包容心，因此人缘非常好，特别好相处。这种人大多沟通和交际能力都非常强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，以及与同事和领导之间的关系，很有谋略和手段，做事有规划，很有当领导的潜质。19. 三角眉，才干横溢。所谓的三角眉，指的是眉头较粗，眉峰明显，整个眉形如三角形一般，故称为三角眉。长有这种眉形的人大多很有才华，学习能力非常强，而且踏实肯干，为人非常实在，善于结交朋友，人缘非常好，为人也非常重情义。不过这类人一般行事比较高调，喜欢逞强好胜，容易遭人记恨，得罪小人。20. 眉带钩，奸诈小人。眉毛带钩指的是眉毛的眉头或尾端有一个明显的上钩或下钩的弧线。这种眉形的人大多很有心计，城府颇深，凡事都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决定，而且不喜欢向他人表露自己的内心想法，生性较为贪婪，只要牵扯到利益，喜欢斤斤计较，在为人处事方面也非常势利眼，善于隐藏自己，热衷于争夺权力，可能会取得不错的成就和地位，但是口碑不是很好。眉形可以看命相，不同眉形所带的命运就有所不同。从眉毛的形状来看，有天生好运者，也有天生运气不佳者。但是无论运气如何，命运的最终结果还是掌握在自己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眉毛是一个人脸部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自古以来便有以七彩之红来形容眉毛的说法，意为眉毛如彩虹桥一般精致美丽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曾这样描绘：众女觊觎之蛾眉兮，来体现绝代佳人的风姿绰约。眉毛在体现着形象的同时，也在传达着喜怒哀乐。喜悦时眉开眼笑，悲愤时横眉怒目。恋爱中的男女也可用眉来眼去，暗送秋波来表达自己的爱意。古人更是有喜上眉梢这一说法。可以说，若是没有眉毛，人们的情感传递将会大打折扣。眉毛不仅体现着一个人的面容，也体现着一个人的运势。为什么经常说眉开生运？因为眉毛是五官之首，在中国古代易经面相学中被称为保寿宫或兄弟宫。它的作用除了提升气质，让人变美，更是深深影响人的运势和气势。眉毛的颜色、形态、粗细和生长方向，主管着包括健康、寿命、感情、
财运、事业、性格在内的命理现象。如果精通面相，便可以从一个人的眉毛中看出其隐藏的一些秘密和人生轨迹。接下来，大佬给大家列举几种眉毛及相关运势，看看你的眉相如何吧。1. 眉毛短而宽。眉形短而宽，眉毛修长，眉身实又短，眉尾下弯。有此眉相者，个性孤僻暴躁，对人较冷淡，难得知心好友，一生运气不佳，早年艰难，妻迟子晚，身边没有贵人相助，日子过得较为清贫。2. 秀长的眉毛。眉毛的形状秀气且长，毛多见底，眉中位置则较断密，但易见底。有这种眉毛面相特征的朋友，多重信义，待朋友兄弟极佳。人缘好，一般兄弟多和睦，一生富贵非轻。人生当中遇到的贵人比较多，很容易就能够遇到好机会。香港首富李嘉诚是此眉形的代表人物。李嘉诚的创业之路可谓传奇，从一无所有的穷小子一步步发迹到香港首富，且如今已达90高龄，幸运之神垂青一生。3. 左右眉高低不一。左右眉毛一高一低，不在同一水平线上，又称不齐眉。这种眉形的人多注重自己感受，不太理会外界看法，从小好胜，事业心强，所以有着强烈的竞争心理，自己想要的定要达到目的。著名影星范冰冰、张柏芝即是此眉形。这两位在外界一直是女强人的形象，且一直大红大紫，占据娱乐圈20年屹立不倒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。4. 剑眉。眉毛的形状宽长，眉尾稍向上翘，国剧里的英雄人物都是剑眉。这类眉相的人为人果敢坚毅，虽出生于贫苦家庭，由于刻苦奋斗，终必飞黄腾达。缺点是不大肯听取别人的建议，若是适当改变，当更令人心服敬仰。代表人物当属古装男神焦恩俊，凭借着一对英气袭人的剑眉，20年稳坐古装剧第1小生的宝座。5. 眉头聚，眉尾散。此种眉毛也称之为扫帚眉，为人容易感情用事，冲动时理智无法控制，兄弟虽多，但无情义，后嗣不佳，晚年贫苦，感情比较混乱，容易因为感情而伤神，要对于男女感情方面的事情严谨一些为妙。6. 眉如新月。女性拥有这类眉毛可谓完美，不仅有财运，也有桃花运，为人理智聪慧，旺夫旺子，婚后多受丈夫宠爱，婆媳关系好，一生幸福。天生眉形不佳的女性可以选择做定妆眉，让自己也能拥有这类的开运幸福眉。国民女神高圆圆是标准的新月眉。演员赵又廷的星途一直不温不火，但与高圆圆结婚后才逐步被大众关注，且一年比一年火，好的作品越来越多，人气也越来越旺。韩国演员宋慧乔目前也是将眉毛梳妆为新月眉，
不但收获了更多的人气，也收获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7. 眉低压眼。眉低压眼也压财，生就一款这样眉形的人，一生穷困潦倒，处处受排挤压迫，性格懦弱而阴沉，有抑郁倾向。建议多和性格温柔的人相处，多和朋友谈心，把眉毛修好，对于改变运势大有益处。8. 眉毛分叉。眉毛分叉被称为交集眉，是在眉的中间或者尾部另岔开了一条眉毛，有点像个叉子，又像两条眉毛交集在一同。有这样眉的人会在人生的路途里饱受亲人挚爱的生离诀别之苦，性情飘忽，东摇西摆。假定作为女人，在感情上的离离合合时常会格外的多，如若眼再生的不好，便拖累到婚姻也会乱了。9. 眉如卧蚕。眉头既圆又弯下，眉尾上扬有势，毛色黝黑又有色泽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卧蚕眉。具此眉相者多为聪明之人，机智活络，刚正又重信义，文武全才，少年就可以高人一等，功绩卓尽，可大富大贵。不管从事政治或者军事，都能取上格外嫉妒的告成。但兄弟之间不随意马虎接近敦睦。10. 一字眉。外形如中国字的一字，毛多而轻，长度稍较眼睛长些。有些眉相者亲情不雅念，较粘稠，多兄弟，兴旺较早，外表上虽是宽容温厚，内心却是坚韧武断。只需是自己经认为面对的事物，就会维持已经见而为之。这类眉主富且贵，佳偶齐眉携白头。11. 眉毛断裂者。在生活中，如果拥有断裂眉毛的人，感情生活会较为不顺。这样眉毛特点的人较为固执坚毅，因此很难与别人相处。一般来说，这样眉形的人与六亲关系淡薄，虽然物质生活比较丰富，但是精神生活却较为匮乏。在早年时期需要经历很多的磨难，但能够在晚年的时候拥有稳定幸福的生活。12. 柳叶眉。眉形细而长，像柳叶，粗中带浊，浊中又自有清气。有此眉之人，心慈性善，为人聪明，交友忠信，重豪情而轻明志，随意马虎，过于信赖别人，而令自己经常吃亏。骨肉情疏，但面对朋友却很情笃。无论男女，皆难免多情贪欲。后世坤毅较迟，但会有贵人助，是以能繁华。13. 眉毛相连。所谓连眉，即两个眉毛连在一起，当然不是说连成一条眉毛那种，而是两个眉毛由于距离较近，中间会有一些细小的眉毛，彼此相连接，一眼看过去看不出什么，但如果靠近了仔细看，就会发现两个眉毛中间还有很多眉毛连在一起，只是较为稀疏而已。拥有这种眉毛的人一般气量比较小，容易生气，所以人缘不是很好。同时也是因为气量不大，做事情容易冲动，很容易会失去理智，
继而导致自己做出一些错事，影响自己的前途。所以这样的人很难成大事，日子过得也较为辛苦。14. 眉毛稀薄。眉毛比较稀薄的人，为人也比较刻薄，他们对于感情并不是很重视，甚至可以说有些薄情。或许早年生活还算不错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最终导致众叛亲离，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，让他们的生活很是孤独。而且眉毛比较稀薄的人，心机也比较重，喜欢算计别人，但算计别人的结果往往是损人不利己，虽然解了一时之气，但却没有丝毫实质性的回报，让他们的生活越过越辛苦。眉毛对一个人运势的影响不可谓不大，天生没有一个好的眉形怎么办？若此时处于事业或生活的低谷期，不妨尝试着修改眉形来提升自己的运气。正心诚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眉毛影响运势，你们知道吗？眉毛不仅体现一个人的面容，也体现着一个人的运势。眉开生运，眉毛是五官之首，在面相学中被称为保寿宫或兄弟宫，深深影响着人的运势和气势。而且算命的人常常说，整容的人千万不能碰眉毛。为什么算命人士不建议碰眉毛？俗话说皱眉破面相，眉毛虽然在面相中并不突出，但却起到十分重要的点缀作用。一个人的眉毛浓郁，眉毛有形，对于提升整个人的气质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。而一个人如果眉毛稀松，眉形松垮，那么这个人即便是拥有较好的五官，在整体面相中也会大打折扣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很多爱美人士会选择修眉纹眉，现在还流行半永久眉。虽然从外观来看，人们追求美丽是无可厚非的，但是频繁的改变眉形，不断的伤害眉毛，在面相学中是一种禁忌，对于个人运势会产生不利影响，甚至可能因为修眉出现运势大的变动和下滑。而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，眉毛也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，如且眉毛周围的神经较为敏感脆弱，如果修眉的同时伤害了眉毛的毛囊，那么很可能会引发炎症，或者影响到眼部肌肉运动，可能也会伤害眼睛视力等等。所以说眉毛天生的最好。那么什么样的眉毛招财又好看，什么样的眉毛不吉利呢？首先我们看吉利的眉毛，一龙眉。龙眉在所有的眉形中属于最招财旺财的一种眉形。这种眉形的特征是眉头比较圆润，眉毛整体是弯弯的，有些向上飞扬的样子，眉尾比较长，而且整体的眉毛颜色是明亮的有光泽的，看起来就非常有型。眉毛给人的感觉也比较张霸气、富贵。这样的眉毛如果配上一双明亮英气的眼睛，那么预示着本主不仅财运好，人也贵气，属于大富大贵的命格，甚至可以成就传奇的一生。二八字眉，八字眉就是眉毛呈现八字形状，虽然这种眉形并不受人喜爱，从大众的审美角度来看，这种眉形也不讨好，但是拥有这种眉形的人往往天生聪慧，做事有自己的主见，在理财上有天分，因此也属于可以招财旺财的眉形。不过这种眉形的人如果是小眼睛，则表现得比较小气，可能拥有不错的财运，但名声却不好，表现为斤斤计较、办事抠门、为人不仗义等的情况。三、上扬眉。眉毛上扬的人看起来比较精神且斗志昂扬，这份积极的状态主导着这部分人也容易惜财旺财。但是如果这样眉形的人配有细长眼，且眼角也上扬的话，那么主导者性格阴暗晦涩，城府深沉，虽然一生有无尽的财富，但是为了取得财富和资源的过程中，会不惜各种手段，为达到目的不管不顾，六亲不认。因此这样的人有才，但未必是我们传统认知中的好人，在人缘和亲情上表现冷淡。四、卧蚕眉。所谓卧蚕眉，就是眉毛的两端都是弯弯的，
幅度很好看，眉毛长得非常舒服和顺畅，不会显得特别杂乱。这类人做事踏实稳定，从来不会做风险很大的事情，不管是工作还是理财，都拥有自己的规划，从来不会人云亦云。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现如今的实力以及手头的钱财，做好未来的人生发展规划，所以他们能够实现不断的财富累积。虽说没有办法短时间内迅速成为有钱人，但绝对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实力不断赚到越来越多的钱。除此之外，这类人非常成熟稳重，且有很强烈的危机意识，所以他们花钱不会大手大脚，而是能够认真做好钱财打理工作，勤俭节约。因此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他们手头的资金会非常充裕，可以过上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，不需要为了金钱方面的事情感到忧愁。5.1字眉，按照现代人对眉形的审美来看，很多人都喜欢1字眉。如果有人天生是这种眉形，主导着这类人品行良善、坚定，做事韧性十足。虽然这类人可能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有些强硬，但他们凭借辛勤踏实、坚韧的个性也能收获财富。不过这部分人的个性问题，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会比较辛苦，他们的财运也和事业运势息息相关。事业上有突破的1字眉的人，积累财富的速度就更快。6新月眉，所谓新月眉，指的就是眉毛长得特别干净和整齐，没有太多杂乱的毛发，眉尾的地方稍微有弯起来的弧度，就像是弯弯的月亮一样。这类人性格很温柔，从来不会与身边人结怨，他们内心单纯善良，说话轻声轻语，拥有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以及旺盛的贵人缘。这类人金钱运势相当不错，虽说他们个人能力一般，但是总是能够得到身边人的帮助，还可以在机缘巧合之下得到大佬的助力，从而获得更多的钱财。他们在职场中从来都不会遇到困难，身边的同事对他们也都特别好，还能够得到上司的青睐与认可。这样来看的话，正财收入肯定会更多。在偏财方面，他们运气也很好，可以轻而易举获得很多钱财。另外，这类人花销也不是特别大，所以可以实现丰厚的财富累积。7狮子眉，所谓狮子眉，就是眉毛长得又粗又长，毛发又多又浓密，看起来气势磅礴。这类人之所以金钱运势相当不错，主要原因是在于他们自己。这类人拥有非常强的能力和魄力，可以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表现得游刃有余，走得轻轻松松。他们比身边人更加早熟，而且在赚钱的方式上会显得更加多样化，因此自然能够比别人赚到更多的钱。这类人在上学的时候就能够赚到人生中的第一桶金，可能是因为拿到可观的奖学金，还有可能是因为学生创业。总之，上大学的时候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，不需要问父母要钱了。等到他们进入职场之后，可能会开始自主创业，不会跟着别人干活。这类人脑袋还特别聪明，总是能够站在时代与机遇的风口，可以赚到很多巧钱。借着我们看一看不吉利的眉毛，一断眉。拥有断眉的人性格非常古怪，让人捉摸不透，总是会给人一种极为神秘的感觉。拥有断眉的人骨子里是非常冷漠的，没什么同情心和恻隐心，即便看到受伤的小动物或者是处于危难中的人，他们依然能够做到面无表情，无动于衷。而且在巨大的利益和诱惑之下，他们甚至还会做出伤害亲戚朋友的事情。这类人对于金钱和权势的执念特别强，基本上开口找他们借钱的话，肯定会碰一鼻子灰。拥有断眉的人本身运势是不差的，而且命很硬，但是作为其亲戚朋友就显得特别倒霉了，因为肯定会被克煞。这类人一生之中可能会经历几段婚姻，而且非常容易克死自己的妻子或丈夫，而且他们的感情运势是极为糟糕的，一生之中很难享受到美妙幸福的亲情、友情以及爱情。在其眼中，任何一段感情都可以用利益去衡量，而且即便选择结婚，也并不一定是因为深爱对方，还有可能只是想要传宗接代，或者是进行利益上的交易。扫帚眉，这种形状的眉毛就像扫把一样，眉头看起来很尖，眉尾比较分散，也就是眉头尖细、眉尾散碎。眉头过于尖细的人都有一个极大的缺点，那就是生活中喜欢疑神疑鬼，
而且经常与别人勾心斗角。因为这类人无法专心做一件事，常常心绪不宁，整天就胡思乱想，而且不容易满足，所以是无法受到别人喜欢的。这种眉毛会给人带来坏运气，尤其是30到40岁之间的人，运气会更加不好。生活中处处都要受到别人的针对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性格有缺陷引起的。只要能够好好改下自己的性格，或许会让生活得到些许改善的。扫把眉毛的男人，首先脾气会比较大，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脾气，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当发完脾气后，就会追悔莫及，很后悔自己的行为。若眉毛看起来乱而稀疏的话，这种人做事情的态度特别虎头虎尾，做事情很难成功，而且常常为一些小事就破财，无法留住钱财，从来都不知道节约。尤其是在33和34岁人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。三黄薄眉，所谓黄薄眉，就是眉毛看起来非常稀疏，根本就没有多少毛发。这种男性特别薄情，六亲关系也特别浅薄，自私自利，贵人缘惨淡。虽然人生中会出现一些机遇，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办法把握住。这类人到了中年的时候，可能会落得妻离子散的下场，生活会变得孤苦无依。4. 重压眉，这种眉形大家生活中应该经常见到，眉低压目，田宅宫会被浓眉遮盖住。这类男性相貌看起来非常粗犷，但是他们性格特别急躁，总是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做事情，尤其是在关键时刻，总是会因为自己的鲁莽出错。此外，他们还极为缺乏自信心，遇到事情的时候总是不相信自己的实力，在机遇到来之前也没有办法把握住。5. 杂乱眉，这类男性的眉毛看起来又杂又乱，做事情的时候往往会弄巧成拙，他们心思不够坚定，遇到困难的时候根本就不敢与其斗争，而是会选择立刻放弃。在性格方面，这类男性是非常复杂的，反复无常，还非常喜欢说谎言。他们人缘关系不是很好，在家庭生活中也没有办法得到伴侣和孩子的喜爱。到了50多岁的时候，生活可能会陷入困窘的境地中，手里没有钱，又没有稳定的工作，日子会特别困难。眉毛在面相中虽然极其重要，但还是要看五官和眼睛的，它们会更加重要。若是眼睛生得不好，就算眉毛再好看，依然无济于事。但若是眉毛稍微不好，眼睛生得极好的话，这种人的一生将会得到很大改善，只不过在情绪方面可能会存在一些缺陷，但依然能够创造非凡成绩。因此，若见到有人眉毛长得不好的话，千万不要乱说，还是要根据整个面相来判断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